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泰国，而这个故事也是杨哥讲的，算是他亲历的神秘故事吧。之前讲神秘女友故事的时候，也提到过杨哥。杨哥是上海一个小红三代圈子的领头人，他为人性格非常豪爽。在一次饭局上，他就讲了几个自己亲历的神秘故事。最开始他讲了一个神秘道观的故事，就是他父亲当年为发迹前，在福建一座深山里遇到的一段神秘故事。后来他又讲过一个很老实的风水术士和狐仙谈判的故事，也很有趣。杨哥说他父亲当年见到那个神秘道人后，道人就指点他说立东南，立水，所以他就去上海从事关于水的行业。结果后来果然做出了一个偌大的事业。杨哥说老爷子从年轻时就跟道士练，身体好得很，80多岁的身体了，还能一口气登上山顶，挥舞着拐杖当街追打自己哥都跑不过他。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问杨哥：杨哥，您父亲都80多岁了，那什么时候生的你？杨哥也不避讳，说他父亲是老来得子，这个儿子嘛，也是求来的。他说他们家男丁稀薄，几代单传这种。他父亲当时40多岁了，还没有子嗣，所以老太太就很担心，成天到处求子。求子嘛，就要拜观音，于是老太太就全国各地去拜观音。反正他也不管什么送子观音还是什么观音，反正只要是观音他都拜，而且就一个目的，就是求子。后来嘛，也不知道是观音大师被老太太感动了，还是缘分到了，反正杨哥就出生了。但是杨哥出生后身子骨就特别弱，当年弱到什么程度呢？用杨哥的话说，就是当时所有医生都断定他活不了了，因为他3岁之前一半时间都是在重症监护室度过的。到最后，医院主任医师都没办法了，都劝老太太要不然就再生一个孙子吧，治不好的病就是命了。老太太不同意，她觉得既然孩子能出生，那么命就是好的，就一定要养活他。于是老太太就抱着他去了南海普陀山，去拜南海观音。她的想法很简单，我这个娃娃既然是拜观音求来的，那么观音就得管啊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，你看看这个小娃娃，快救救他吧。然后他就去了著名的观音圣地普陀山。他去的时候正好是过年那几天，普陀山下真的是人山人海。老太太抱着孩子，别说拜观音了，她连观音的面都看不到。老太太就瘫倒在地上，泪如雨下，看来这就是命了。结果没过多久，就来了一个小女尼过来找她，说是他们方丈有请。接着老太太赶紧抱着小娃娃，跟他从员工通道悄悄上了山。上山后，有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师太，老师太就说他刚从山上往下望，发现山下有一道光从这孩子头上散出来，这是和普陀山有缘了。他随即问了一句，想问一下这个孩子是否是从观音大师那里求来的。老太太当时就抱着孩子跪下了，说求师太救命了，这个孩子真的是我一座座观音庙里磕头求来的。师太就点点头，让他赶紧起来，既然和我普陀山有缘，便是一段因果。然后他取了一枚护身符给小娃娃戴上，接着又留了几句话。他说这个小娃娃的命格比较特殊，他是属于命中没有，硬求来的。观音大师自然是大慈大悲的，但是毕竟命中没有，所以要多经历一些波折。这个孩子要注意，他3岁、13岁、23岁
33岁会经历4次大劫，而且是一次比一次重，只要熬过去就没事了。说完后，就让女尼把老太太送下山了。杨哥回去后，身体慢慢就好了，成了一个健康顽劣的大胖小子。老太太就想，看来这一次就相当于3岁那个劫过去了，后面的3次大劫一定要格外注意才行。一转眼就到了杨哥13岁那年，他13岁那年，家里对他严防死守，基本上除了去上学外，哪里都不让他去。平时要是家里大人有事出门，就直接把他锁在家里。大家想着，反正就这么1年嘛，大不了就给他关1年。结果即便这样，却也还是出事了。这是怎么出的事呢？这个事情也说不清楚，大概就是杨哥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阳台的窗户给弄开了，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反正就掉下去了。因为他们家当时住6楼，他从6楼摔下，原本是必死无疑的，不过也留下一缕生机，就是他掉在了自行车车棚上，给车棚砸透了，又砸坏了一辆自行车，最后摔在了地上。杨哥说他当年全身骨折，胸腹里全是血，嘴里也大口大口往外吐血，看着就像只血蛤蟆。我也很感慨，说：杨哥，那你当时死了吗？杨哥翻着白眼，老子要是死了，你现在在跟鬼对话呀。所以这第2次大劫看着凶险，不过虽然重伤，但总算是熬过来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他经历的第3次大劫，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主题了。杨哥23岁那年，大学毕业没几年，他才不信这种劫难的事情，觉得都是胡说八道。他后来也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，才开始对于神秘力量有了敬畏之心。玄学这种事情吧，很难讲，有时候别人怎么跟你说你也不信，除非有一天你自己经历了。所以这种事情啊，就是随缘了。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刚辞职去西藏玩了半个月。那时候西藏那边还比较单纯，不像现在成了一个旅游景区以及失恋必去朝拜的圣地。他在西藏认识了好多驴友，都是各地喜欢旅行的年轻人。他们在西藏各地旅行了半个月后，决定换个地方旅行。去哪里呢？后来觉得还是泰国吧，毕竟签证容易，于是大家就去了泰国。当时他们一行人有4个人，1对情侣，还有2个单身男性。这2个单身男性，一个是杨哥，另一个是一个自行车大神。这个自行车大神很厉害，他骑着一辆自行车去了一趟川藏线，然后又骑着车子在藏区那边待了1个多月，什么天葬、活佛的密洞，他都去过。晚上喝酒时聊起，让大家崇拜不已。他们到了曼谷后，没有住酒店，而是在市中心找了一个民宿，就相当于咱们这边商住两用的3居室。然后情侣住主卧，他们2个住在次卧。当天入住民宿后，大家很兴奋，想要去曼谷最骚的酒吧喝一杯，顺带看看人妖跳艳舞啥的。那个自行车大神就推说有些头疼，让他们先去，回头给他打包点吃的就行，然后他就早早睡了。杨哥他们几个就出去浪了，等浪到半夜，他们给大神带了点吃的，洗洗就睡了。第2天他们很早就醒来了，敲敲门发现大神还在睡觉，就又出去浪了1天。等他们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就发现不对了，因为他们前天晚上给大神打包的食物，大神一动都没动。难道说他在房间里睡了2天？接着他们暴力打开房门，门一开，
屋里就传来一股恶臭难挡的尸臭味。那个大神已经死去很久了，他们当然报警了。接着就被带到了泰国的公安局，各种录口供、审讯，一遍遍确认他们和大神的关系，尤其是大神来到泰国的行程什么的。到了后来就更加夸张了，他们被送往一个很特殊的医院，给他们挨个做了全身体检，很详细的体检，然后几个人就被关押在了医院里，相当于给他们隔离了。杨哥就很担心，想着那个大神不会是得了什么恶性传染病吧，所以泰国这边才如临大敌一般，给他们全部隔离了。又过了几天，他觉得事情越来越奇怪了，因为医院竟然去了几个僧人，就是泰国和尚过来对着他们念经，还给他们祈福什么的，这让他们更加不理解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后来终于找了一个机会给父亲打了个电话，他父亲让他先别急，他找朋友问问。没想到父亲晚上打来电话，说这个事情有点严重，他托了大使馆的关系都打听不出来确切消息，只是说和那个突然死亡的大神有关。然后他父亲很严肃地跟他说：“儿子啊，你老父亲年纪也大了，你是我们家族唯一的儿子，反正你要相信，我一定不会害你。”他觉得有些奇怪，因为他这个老父亲吧，虽然是国企董事长这种实权人物，其实为人非常潇洒，又极宠爱自己这个儿子，所以父子两人的关系从来都是那种没大没小，甚至有点称兄道弟的意思。他父亲突然那么严肃，看来事情一定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了。他就跟父亲说：“您说吧，我一定听。”老父亲就说：“我打听好了，你这边估计还要在医院这边待1个多月。这1个多月呀，一定不能出门，就给劳资老老实实的待在房间里，不准出来。还有，这些天千万要修身养性，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尤其不要和那些修行人接触。然后每天早晨起来，先背1遍《道德经》。”他点点头就答应了。这1个多月里，医院经常出现一些古怪的人，有些是僧人，有些是修行人，还有一些很怪异的人，脸上脖子上都是刺青，还有好多浑身裹着厚厚黑布，只露着一双眼睛的怪人，反正什么人都有。他反正都恪守着老父亲的嘱咐，硬是坚持了1个多月，后来终于熬到了日子可以出去了。老父亲又提前派人来接他，说护送他回国。他本来想着好不容易出关，要好好大吃一顿，然后搞个头等舱，美滋滋的回上海。没想到父亲派的人却说不能坐飞机，要坐船回去。而且那个船啊，还不是什么豪华游艇之类的，就是一艘很破的船。他们在船上又熬了好几天，才终于回到了上海。结果到了上海，老父亲早就在那边等着了，连家门都没让他进，直接亲自开车带着他去了福建那个道观。他回忆，那个道观在福建那边的荒山上，根本不是啥风水宝地，就是一座光秃秃的荒山，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道观。结果他父亲带着他爬上荒山，左转右转的，突然面前就有了一座道观。老道长看了看他，就收缴了他的手机，安排他去了地宫。所谓的地宫，其实就像道观的地下室，那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各种繁体书，还都是道教的书。老道长亲自给他配置了饮食，主要是各种草药的混合物。他自己回忆说特别难吃，自己简直变成了食草动物一样。但是没办法呀，他老父亲就在上面拿着棍子，他一口不吃。
老父亲上去就是劈头盖脸一阵毒打，简直就是自助式绝后的节奏。他在地宫里昏天昏地的，也不知道待了多久。后来终于有一天说可以出去了，他踉跄地走出去，看见外面初升的阳光，一脸欣慰的父亲不由跪在地上，泪流满面。回去的路上，老父亲才告诉他这一次有多凶险。老父亲说，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啊，就是死在曼谷的那个年轻人，震惊了整个泰国警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据尸检，那个人已经死了好多天了，内脏什么的都已经腐烂了。杨哥大吃一惊，说：“不可能啊！我们1天前才跟他从西藏过来。”老父亲就感慨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就是这样才可怕。泰国那边调了机场监控，发现他走出机场时的确还活着，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是的确是一个具有正常行为能力的人类。”他说：“这才是最可怕的。因为一个尸体如何能在已经死亡好多天的情况下，还能直立行走，甚至还能进食，这简直就和传说中的僵尸一样了。”杨哥，那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父亲说，这个事情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，不过私下里传来的消息是，这个人在西藏时就已经死掉了。然后被人用邪术控制住了身体，做成了一个活死人，让他去做了一件活人和死人都做不了的事情。杨哥更加吃惊了，活人和死人都做不了的事情，那是什么事情？他父亲就叹气说了一句话，那句话让杨哥连续做了半个月的噩梦，以及再也不敢去泰国了。他说，后来在他33岁遇到的最大劫难时，就和这个事情有关系。不过关于那个事情到底是什么，当时他急着去开会，没来得及说，等哪天我请他吃个饭，再让他讲讲吧。接下来这个故事是小周同学讲的，是关于一个风水师的，但是跟杨哥也有关系。这个风水师是西北人，后来定居在成都。他不看相，也不预言吉凶，他只给人指点风水阵，以及和妖魔鬼怪谈判。这个风水师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说实话。小周说，作为一个富二代，他成天被各种神棍术师骗，所以久病成医，也有了经验。但凡有人给他算命，不讲过去，只讲将来的，他就认为这个是骗子。他说，这些神棍啊，动辄就跟你谈几年后的事情，几年后劳资还不一定在哪呢。你算得不准，去哪找你去啊？所以他之所以信这个风水师，是因为这个风水师第一眼见到他，就和他说了一句特别牛逼的话。他是在一个小开圈子里见到的这个风水师，那是在一个大哥杨哥组织的酒局上。当时那个风水师和杨哥坐在一起，他貌不惊人，衣着普通，坐在酒桌上认真听大家说话。小周进来后，风水师眯着眼仔细看了看，他和杨哥说了句话，杨哥就拉着小周出去了，问了他一个很私人的问题。他问的是，小周，你4、5岁的时候，是不是家里有什么长辈过世了？小周想了想说，对，我爷爷那时候去世的。杨哥一拍大腿，牛逼！小周就有点恼火，想着，你他妈的，劳资爷爷去世了，你还说牛逼？杨哥也发现自己失言了，赶紧跟小周道歉，然后解释了一下。他说，刚才小周刚进来，那个风水师就问他这个小兄弟是谁。他有些奇怪，因为小周在圈子里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，名不见经传的，为啥单独问他？风水师就说，这个小兄弟呀，福报深啊，
他肩膀上站了一个人，他不懂了，就问：什么人？风水师就说：他有个仙人很爱他，一直没走，一直跟着他，在他身上保佑他呢。杨哥听着有点邪乎，就问他能不能看出来是谁。风水师就说应该是他爷爷或者姥爷，按照在身上的时间推算，应该是20年前去世的。杨哥就算了算，小周今年24、25岁，20年前不就是他4、5岁时吗？小周也觉得有些神秘，但是因为被人骗得多了，所以也是半信半疑，坐在那边听风水师说话。那个风水师说话慢悠悠的，乡音还重，大家都听不太明白，也没多少人认真听。后来有个妹纸过来，风水师给了那个妹纸一个皮箱，里面是个古曼童。原来这个妹纸以前从泰国那边高价买了个古曼童，后来发现这东西太邪门，有点降不住，所以就想给他弄走。但是这东西请来不容易，送走更难，据说要是随便丢弃还会被报复。于是就求助这个风水师，让他给看看这古曼童里有没有小鬼，如果有的话，能否给处理掉。风水师就说：你这个东西邪得很吗？里面有4个小鬼，我跟小鬼谈判劝走了3个，还有1个不肯走，我也没得法子吗？那个妹纸就慌了，问他怎么办。他说：没得法子吗？只能送到他来的地方，就是泰国那个庙。那个妹纸以为他是嫌钱少，当时就提出要加钱。风水师就摆摆手说：不是这个意思，真的是能力不足。他用了一个成语，爱莫能助。然后他退回了那个妹纸支付的所有费用，以及这个古曼童。后来小周才知道，这不是这个风水师第一次退钱，他之前还给杨哥退过1次费用，那个事情也很邪门，这个待会再讲。后来他们吃完饭，又来了一个小演员，这个风水师又问了杨哥一句：这个小演员是谁？杨哥说：不认识哎，估计是圈子里谁带来的吧。风水师就摇头。小周在旁边听得真切，就问他：这个妹纸怎么了呀？风水师隐晦地说：人身上有3盏灯，他的都被人拍灭2盏了。小周就问他：这个怎么拍灭的呀？风水师就淡淡说了一句：被人做法害了呗。小周心里一惊，想具体问问又不敢问，只是觉得那个姑娘挺漂亮的。后来大约过了大半年吧，就听说这个小演员自杀了。他当时吓了一跳，赶紧找杨哥问那个风水师到底是什么来头。杨哥就说他也搞不懂这个风水师的来头，但是这个风水师还挺靠谱的。他指的靠谱是因为这个风水师非常诚恳，你找他看东西，他知道就说知道，不知道会老老实实说这个搞不定。他第一次找这个风水师还是7、8年前，他当时在上海买了一套别墅，那个别墅是新盖的，在黄浦江边上，挺漂亮的。他搬进去住以后，老觉得家里不干净，具体也说不上来，反正就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存在一样。他不放心就找人问，有人就推荐了这个风水师，他当时就请他过来看宅子。他过来看了看，就说这里住着一个狐仙。他肯定不信啊，于是就委婉问他，小区那么大，狐仙为啥单独选我们家呢？这个风水师说有道理，那我问问他。问完后，这个风水师就问他，你这个房子应该是小区第一个入住的吧？他想了想，还真是。当时他急着结婚，房子装修好就住进来了，还真是小区第一个搬进来的。风水师点点头说，那就是了。
这个狐仙说自己是同治年间的狐狸，当时跟着一帮山东人过山海关来的，后来山东人横死在了黄浦江，然后他没地方去，一路溜溜达达就来了这里，发现这里风水还不错，就在这里住下了。他说他也不是故意选你们家的，只是你们家是这里第一个亮灯的，他就搬进来了。杨哥一听，冷汗都下来了，越想越害怕，赶紧请这个风水师打走这个狐仙。风水师很为难，说我们那一脉的传承分为文脉、武脉，我师兄学的是武，我学的是文，所以我不动手，只能用文的。文的怎么弄呢？就是谈判。这个谈判就像人和人的谈判一样，也要摆酒席，要有谈判桌，喝酒、抽烟、利诱、承诺，很有趣。他让杨哥买了东北的人参、烟沟帮子、烧鸡、香旗酱、炒鸡蛋，还有一瓶东北本地的酒。风水师解释，毕竟是东北的狐狸，尝尝家乡菜，估计心情大好，就好谈判了。具体怎么谈呢？杨哥说，就是在厨房给他搞一张长桌子，然后把酒菜摆上，弄2个碗倒满酒。杨哥夫妻2人在客厅等着，风水师一个人坐在厨房和狐仙谈判。谈判时间很长，差不多有2-3个小时。杨哥开始还觉得新鲜，看着风水师不停夹菜劝酒，对着空气自言自语，后来就觉得好无聊，都要睡着了。后来他就听见啪嗒一声，然后风水师就叫他过去了。风水师有些不好意思，搓搓手说没谈好。狐仙不愿意走，我都答应给他修个狐仙祠了，可是他就是不肯走，说是故土难迁，不愿意挪窝。杨哥也有些恼火，想着折腾了半天人参、烟酒都托人买到了，竟然他娘的没谈成。杨哥就说这是劳资花钱买的房子啊，他凭啥赖着不走啊？这个风水师就解释说，严格来说，人家同治年间就住在这块地方了，你们才算外来户。杨哥想想也是，但是心里也郁闷，就问风水师，那咋个办呢？风水师就说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妖有妖的道，人有人的道，鬼有鬼的道。大家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，但是其实各走各的路，不影响的。他说，你要是遇到这种事情吧，就装不知道他住着，就不怕。你越怕吧，他越吓唬你，因为他活了那么久啊，也挺无聊的。大哥想，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谁他娘的愿意跟狐狸一个窝呀？况且他还那么无聊。那个风水师也没收钱，不仅退回了定金，连机票和酒店钱都要退。他死活没要，觉得不管怎么样，人家大老远跑来了，就当请他旅游了。等道士走了后，他就去收拾桌子，才发现了蹊跷。首先是风水师对面那个碗从中间裂开了，而且是不偏不倚，正好从正中间裂开了，像是被刀子从中间劈开了一样。此外就是那只钩帮子烧鸡，上面被什么东西啃了一口，那个缺口很特别，又深又尖，明显是一个动物撕开的。杨哥才发现，好像这个风水师确实有点本事啊，不过他也是心大，这事情也没跟老婆说，每天继续和狐狸共住一屋。美滋滋，他还感慨说，我他娘的每天坚持裸睡，那狐狸精咋不来勾引我呢？后来问了问风水师，风水师说，哦，那是一只公狐狸。经过这次之后，他对这个风水师有了3分信任。他当时和人一起弄了一个基金，投资各种小公司，
每次投资前都叫风水师过来看看，相当于请他做个顾问。结果每次投资还不错，他投资最好的一笔也是这个风水师指点的。当时有个香港明星遭遇了一个几乎是天崩地裂的人设崩塌事件，大家都觉得这个人肯定完蛋了。后来他看八卦新闻时，那个风水师也在，他当时仔细看了看，就说这个明星后面要起运了，可以投资他试试。杨哥觉得这个风水师肯定是胡说八道了，毕竟那个事件实在闹得太大了。说句不客气的话，这个明星会不会被人暗杀都不好说。但是考虑到这个风水师给他赚了不少钱，就当是给他烧香了。于是他也联系了一下香港那边的经纪人，给他投资了一些钱。其实只是很少的一笔钱，但是对于当时那个明星来说还是很珍贵的。后来呢？后来这个明星就崛起了，成为某个时尚领域的很强创业者，每年轻松赚几千万。杨哥后来也感慨说，这个风水师嘛，想想也挺厉害的，就是让人尊重不起来。他想了想，应该是包装不行，一不装腔作势，二不狐假虎威，没有女助理拎包吹嘘，看着就不像个高人。想想挺有道理的，包装也是一门大学问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